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一贯坚持祖国必须统一，不能和平统一就要武力统一啊！台独分子想要顽抗到底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这样的立场，这样的宣传，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台湾当局新报告推测解放军的进攻方式。看来算是比过去要明白多了。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2号的报道，台湾当局最近又发布了一份报告，推测解放军会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。看过这份报告以后不得不说这份报告让人刮目相看。台湾方面还是有明白人的。这个报告说，解放军将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小代价夺取台湾。首先是兵力集结和心理战，然后是联合火力打击，把台湾各个防空阵地、雷达站、指挥所、战略支持部队全部压制，同时出动主力舰队阻止外国增援，最后是联合登陆。应该说这份报告多少还是比从前客观了。报告撰写人总算认识到了两岸在火力上的巨大的差异，重要的是承认了美军不会来。报告为解放军设想了一个3阶段的战争模式，应该说还是符合基本军事常识的。现代战争打的是综合实力，要从心理、外交、经济、法律、网络安全等多个方面做好配合，其中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军队的心理战确实是不可缺少的环节。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过程不用花费太长的时间。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一贯坚持祖国必须统一，不能和平统一就要武力统一台独分子想要顽抗到底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这样的立场，这样的宣传，多年来从来没有改变。相信岛内的各界人士早就给自己想好了应对之道了，无非是少数台独的头面人物仓皇逃命，大多数人坦然接受统一的现实罢了。至于会不会有人负隅顽抗，那就是第3个阶段火力投送要解决的。这是台湾当局最不能自欺欺人的地方。解放军在历次阅兵之中公开展示的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和打击弹药，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强大的火力打击能力、投送能力，不但能彻底的击溃台湾军队的抵抗，也能够隔绝战场，让任何外国反华势力都无法进入，从物质和精神上对台湾进行任何的支持，包括电磁和网络领域。好像有一个内容没有涉及到，那就是解放军海军出动主力舰队进入台湾以东洋面，阻止美日舰队增援。那么美日舰队会不会来呢？报告撰写人自己也知道不会有这种事儿发生。美国在乌克兰这种紧邻欧洲核心区、作用强大盟友的地带，都采取了打死不出手的态度。那在不占优的台海区域，他有勇气出兵干预？这个报告对于外国势力干预的期望值仅仅局限在美日基地临近台湾，解放军攻台行动受到严密监控，需保留兵力防范外军介入，同时又要在印度、越南以及南沙群岛等地区戒备，难以全力攻台。那在报告中所提及的这几个势力，除了美国，其他的几个早就被解放军打疼过，无论嘴多么强硬，都不可能真的借机找中国的麻烦。至于印度虽然一直在边境采取挑衅行动，但是也仅仅限于边境摩擦而已当然，报告中也提到，解放军一定会速战速决，在外力介入之前结束战争。这话只有一半是对的。解放军肯定速战速决，那谁也不想打时间长，打时间长了是吧？浪费人力、浪费财力，增加牺牲速战速决，然后立刻进入清算台独势力以及战后重建阶段。至于外力介入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分析和准备。只要美国不敢出头，哪里有什么外力胆敢介入中国的统一战争？中国大陆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长期坚持而且非常明确的。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，包括那些看不惯中国的国家，实际上也都在等着最后一只靴子落地当5星红旗飘扬在台湾，全球绝大多数国家，我相信会立刻找上门来，要求中国政府早日恢复台湾的经济秩序，恢复台积电的正常生产，免得耽误全球产业链的运行，就是这么个现实。好，这句话就说到这里。